往沙漠中心修的小镇你见过吗？还是往塔克拉玛干这个人称死亡之海的沙漠里修？它就是塔中镇，离最近的城镇呢至少有200多公里，也就是说周围几百公里呢是寸草不生，要水没水，要地没地。不是，那把小镇修在这里究竟图啥？图这里的沙子吗？为啥要在这个称为禁区的地方建这么一个小镇呢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塔中镇位于新疆且末县，它也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，是我国最大沙漠中唯一的城镇。面积呢不确定，因为是在沙漠里，没有明显的边界线。人口有2万人，不过其中只有2000人是常住人口，其他都是流动人口。说实话啊，塔中镇的选址很奇怪，不仅在沙漠里，还是我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，地处最中心，所以才取名为塔中。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什么地方？人称死亡之海，进去了就出不来。面积高达33万平方公里，是我国最大的沙漠，同样呢也是世界第2大流动沙漠，第一在中东。塔克拉玛干的环境有多恶劣呢？没有植物，也没有动物，气温高，降水少，最高甚至能达到67度，而且昼夜温差大，差了至少有40度。可能早上还热得不行，晚上就得穿着棉袄睡觉，降水也不行，平均年降水不超过100毫米，这什么概念？要知道当地平均蒸发量就高达4400毫米，雨还没落下来就被蒸得没影了。别说几个月不下雨，几百年不下雨这都发生过。跑来这地儿生活，那就是纯粹找罪受，这是得多想不开才想着要来这里修一个小镇的。塔中镇的环境肯定差，毕竟地处沙漠中心。来这儿生活呢，除了吃沙子，那就是吃沙子，整天睁眼闭眼的就是黄色，半点绿色都看不到。那为啥我国就非得来这里弄个塔中镇出来呢？其实吧，塔中镇之所以能建立起来，那纯属一个意外。本来吧，这就是一个一毛不拔的荒凉地，但谁能想到啊，居然在底下发现了石油，这下可不得了，不少油企就跑这儿来勘探开采石油。一开始呢，只是在这儿搭了个临时基地，但随着人越来越多，临时基地的规模也就越来越大。最后为了方便开采石油，干脆就在这弄个小镇。于是塔中镇就这么在沙漠中心诞生了。而在小镇居住的大部分也都是石油工人，所以塔中镇流动人口才会这么大。从地图上看，塔中镇真没多大，但小小的身躯，大大的能量。自诞生以来，它为我国输送了超1600万吨原油，为我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不仅如此，塔中镇还成了交通枢纽。我国修建的沙漠公路是沙漠运输物资的重要通道，而塔中镇就是这些荒无人烟的沙漠公路唯一的补给站，为过往的人员和车辆提供宝贵的补给。毕竟每条公路都能和塔中镇相通，216国道和233省道以及通往阿拉尔的公路在塔中镇交汇，所以小小的塔中镇看似微不足道，但它在沙漠中的作用可是极为重要的。不过毕竟是在沙漠这种远离都市而且还啥都急缺的地方，那塔中镇的生活是怎样的？他的日子能好过吗？前面也说了，塔克拉玛干除了沙子几乎啥都缺，而且不仅是缺物资，当地的环境还相当的恶劣。那在这生活，塔中镇的日子究竟是怎样的呢？事实上，塔中镇一开始日子确实过得苦，不仅物资得辛辛苦苦从外面运输进来，而且因为风沙大，塔中镇周边呢又没有树木遮挡，当时在这待一天，满脸的沙子是肯定的。但随着时间推移，他们在周边种满了梭子树，还有专门防风固沙的草方格，不仅保护了公路，同时也保证了当地的生存环境。至于水源，除了从外面运进来外，当地其实呢有固定取水点。至于其他的，比如说吃的咋样，有没有网之类的，这更不用多说。从一进来就能看到塔中镇入口处写着“我为祖国献石油”，之后便是一排吃饭娱乐的地方，不仅有川菜等各种各样口味的菜馆，甚至还有 KTV 以及洗浴中心等，足够满足娱乐需求。此外，虽然远离城市，但塔中镇的物价除了一些个别东西外，买其他东西价格其实和外面是一样的。比如说一瓶可乐在这是3块，在外面也是3块。不过哪怕贵一点也是能理解的，毕竟在沙漠这鸟不拉屎的地方，所有的物资都需要辛苦运输进来，物价高也正常。至于来这生活呢，会不会没有网彻底与世隔绝，这完全不用担心。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十分发达，哪怕是沙漠中心，照样也能让你用上电，能上网，通过网络了解外面的世界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小手给俺来个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